许光出来。怎么又有其他的女生叫许光？可以吗？李李2次被拒绝了，什么情况？这我跟那老外，给老外吗？你，哇，徐光好受欢迎啊！赵磊又给他了，应该是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了，从来没有3个女生要去选他。他是什么样的魅力呢？是不是要学习的？他说我要向他学习。是，就约好了。没关系，没事。我发现居然还有人抢到我前面，大家原来都这么急，那我心中的好胜心开始起来了。有，那就代表我没有，哇，罗非心碎了。我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有一个人约我。哦，我以为我没有。哇，他第一句话是跟徐光说的，我也不差哦。毕竟一直在房间就嘚瑟。对，一个房间好尴尬。1次、2次、3次就已经。谢谢兔子，我也觉得挺荣幸嘛。为什么这个徐光可以得到3份邀约？会不会也是不够了解他，还是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魅力没达到3个女生选，对不对？我也是。我觉得因为是18岁的约会，但我觉得徐光身上有些少年感，他是没有结过婚、没有小孩的。哦，他是没结过婚的。他的心理年龄好像也就在18岁，就是我被选了，嘿嘿嘿，快看，就是嘚瑟的那个感觉在。然后罗非就觉得好丢脸。你的室友已经有一个，那我觉得一起嘚瑟起来就没问题了。但他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我会往心里开心，不会让室友有一种失落感。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好。马晴，啊，你看我的鞋，要我帮你擦？哎，你包我帮你拿。哎，我觉得你背比较好看，是吗？这个就是高级的。哦，你背着好好看，这个包。就是一边夸一边你就背着比我好看。那我帮你拿这个。好像我老婆就是这么跟我的哈，我背她的包，说你背着比较好看，结果变成我常常也要背的事儿了，这是很高级的，很高级的。上车吧，擦下鞋吧。这个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就系鞋带我觉得比较正常，但这个擦泥真的，哇，真的脏，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爱干净的。没关系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只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是他能坚持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只是一个这个时候在做的事情，有可能是会导致未来的一个问题。对于女生的这个角度，她的落差感会不会呀？你想说男生太过度付出了，这个不可能变成一个长期行为。这个女生也说了，你正想系我的鞋带我可以理解，但是泥巴都要擦。擦泥巴有一点点，我破坏了你的干净。你在擦泥巴的过程中有牺牲感，这个东西是你付出了很多，超越了正常范围的。是的，对，超的有点多。这就是你敏感的感觉到，如果在一段关系中，如果那个男生克服了自己的困难，然后为女生有一点点超出正常范围的付出，这个东西可不可持续？我这双鞋还挺好看的吧？我觉得你穿每个衣服都挺好看的，会穿搭呀。哎呀，没有，我觉得还是要向你学习，真的。这里缝隙太直，哇，干净不少。我刚才想完了。他真是一个可以给你情绪价值的人，让你不停的愿意去表现的人。我真的很乐意的帮他去擦鞋。居然还有个，但是这里这个马琴好可爱，他就说我的鞋好看吗？他们两个都爱穿搭，然后他知道他们两个有共同话题，就是他们有审美的共识，就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迅速的达到了彼此的情绪价值，充分的撒娇，提出需求，然后那个男生呢好喜欢，
那个男生，哎呀，我再帮你擦，就他们两个的模式充分的稳是的定。，王子和公主他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看这对是要锁定了，看样子。是。那老婆如果说，哎，鞋脏了，你擦不擦？他是会让我连鞋他脱，他就是你帮我脱。两个人相处的模式，我愿意。你只要遇到了你的那一半，什么样的模式都是成立的。如果他不给你情绪价值呢？我会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做了肯定不做了。所以就说男生愿意为女生做一些事情，但是反向的你也得认可我的心。付出，我们人是总在追一种成就感或者是一个价值的过程中，这个价值的来源是在不同的一些部分。我解决了你的问题是我的成就感，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这就是我们讲爱的5种语言，其中有一种就是我要为对方有服务的行为。我喜欢这种极限运动，我老婆特别不喜欢极限运动。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我们彼此都尝试过对方的爱好和有一些会变成我因为你喜欢，我也喜欢上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仍然不喜欢，那我也尊重，我没有一个要。我们在关系中，你千万不要老是去勉强对方，对不对？对。你哪里觉得不舒服，跟我说一下啊。没有不舒服。Oh my god！ 那我水里慢一点啊。我发现兔子穿的是大红的一双鞋子嘛，我不想让它们脏了。他很体贴人，后面他就完全会缓速通过它，就是不要让它水溅起来。我觉得我选人选的太对了，太有眼光了。我把你抢到手是对的。我觉得这两个人是蛮配的哈，蛮自然的哈，在一起不做作也不讨好。你好厉害！我们到顶了，哇，真的好漂亮！最后一段。哇，好甜啊！这就是极限运动的魅力啊！两个人在过程中经过了考验，就有一种叫吊桥效应嘛。这两个人的性格，我觉得会是一个蛮配得上的，就是有一种互补的一个感觉。他的确是会让人舒服，对，就像那个女生 Ken 说的，对，那个女生一直会鼓励对方。罗非她也是一种特别需要情绪鼓励的人，然后这个女生又可以给到她足够的。是的，而且在房间你可以看到她其实是有点敏感的，就都会因为这个徐工的这件事情，她都会说哇，我是不是要学习一点？但是这个女生呢，恰恰是遇到挫折，她是不怕的。他很快能够从尴尬当中缓解过来，说那我就来真的喽。对，这就可能也是脱口秀经常会让人化解尴尬。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职业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产生影响。他经常上舞台，什么他不怕尴尬，所以他的那种自信，然后他对罗非的认可，然后两个人又冲过了这一段艰难的旅程，突然就变成了可以拥抱的关系，是还挺爱看的哈，很甜。其实我以前有点怕看日落，就是那种你不觉得到黄昏人总是有点 upset 吗？就是那种好像这一天快过完了啊，夜晚还没有来，然后中间的那种慌乱，就好像很多事儿你没做。明白。但是你会知道天要黑了。但今天不用了。今天不用了。所以他也是一个爱赢的人。那么什么是打败胜负欲的？那还是理解和爱。然后这个男人说：“今天你不用怕。”对，为什么不是讲成功和失败？是因为我在你身边。所以他那个手都这样揽上去了。前面那个拥抱也许是队友的，但这个拥抱我觉得是一种懂得和安慰。所以同样的道理，其实刘梅其实也是缺一个真的能够呵护她的人，她也许就放下了。对，哇，他们要跳那段舞啊，就在那个山上日落的那个。一起来耶！一起来啊，我也要跳的吗？
我四肢不协调的。对于一个完全没跳过舞，突然就会很尴尬的，对。哇，他打太极的感觉。哇，你做的很好哎。对，没问题，没问题，对，非常好，对，稍微放下腰，都还没动。他也很实在。哇，那你给他情绪，我都还没动，你做什么？好可爱哦，他。我都赢。对啊，下课了吗？下课了吗？下课了吗？热身已经非常顺利啊。但是女生安排的这个约会，然后男生这么恐惧拒绝的话，你觉得他会有压力吗？我觉得很多 I 人的男生最怕有压力。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在怕压力的男生面前，她有一点不知所措。对，这个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发现你那么不想要，那我怎么办？就是对，所以就是我刚才互动里面看到一对不合适的关系会有多尴尬，是两个人都痛苦哎。有危险动作。对啊，你是要这么密吗？你确定？哦，他真的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对，生无可恋，一张脸。他看到这个男生这么不开心，他心里应该能感觉到吧？就他可能会感觉到开心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要完成这个目标。对，要不我们就不做。你想要做什么？对，是对于一个妹来说，我是每天都收不到漂流瓶的人，但我今天要去约会，我好想完成。可能我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性高过对方怎么想。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跟这个人好，你得观察这个人的情绪吧。他喜欢的东西是让我那么不舒服，那你也要理解，我们可能是不匹配 ，It's okay。所以我们就说嘛，好的关系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而不好的关系真的让两个人变得更糟糕。我也看到了，就在这个关系中，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太不会拒绝了。他经常是他说什么的时候，他就不回答。他是靠沉默说你看到我冷脸没有？结果那女生真的看不到。所以我就说，这个两个人的互动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他如果就一上来就说我实在不喜欢跳舞，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我喜欢的，我们尝试一下，也许能达成共识。嘿，来短信了，怎么又有特别活动啦？今天就很开心，就来到了这个信息，就来了。那我先走了，拜拜。好，拜拜。2楼我要买苹果，我买了一些水果了已经。对，不是，然后跟我说水果不要了，我觉得今天已经够多了。Ken 说他要苹果的，他跟我说，哎呀，Ken 说 Ken 要苹果。恋爱中的小女人，你帮我擦鞋，我给你买你喜欢的水果。买一点苹果，也买一点湿纸巾，下次再帮我擦。很乐意帮他去擦鞋。就我们男生吗？对呀，你去哪儿呀？哼，没想到我就被抛在山下，我还去学跳舞。他们懂的。这是太可怕的事情。怎么样？你有看过《La La Land》吗？你看过了？我要跳里面的，对，我要跳里面那个舞。是吗？真的吗？是的，我跳了一整段。你看他笑的多坏。我很喜欢八卦。还可以。我们4个人拍张照片吧。对，还可以啊，好啊。等一下，我在哪里？你今天晚上没有女人的事情。笑得好高兴哦！到一定的年纪还可以一起玩，太开心了，是有点同学的感觉。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在宿舍生活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就变成小孩的那个感觉。好，我们去打印下啊，要不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行啊？出来了，行。哦，这就是打印的，就是这些照片了啊。哇，你成功了！哇，许工好开心哦！你打印的第一张是跟王老师吧？啊，他跟王老师，他的头比较大哎。自拍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头拍得比较大，还是你的朋友的头比较大？那一般人作为男生，就是刻意的，就是前面一点嘛，对吧？牺牲一下自己的大脸。你看，在图书馆他也受不了了。哇，恋爱中的男人看起来好欢乐啊！他现在这么开心，
他是认为是一切都成功了，但是你不知道对方是有一个，因为我知道对方是很潇洒、很帅气的，来，说来走吧，因为我还不够了解你，但是这个了解的过程中，不知道他自己留了什么样的印象，他现在是觉得哇，一切都顺了。男人是很喜欢女生说你出来跟我约会，还是看人，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没面子，有一些男生就觉得哇。喜欢有这个掌控欲，徐工好喜欢哦，就是你来哦好，敢这样跟我说话还是第一个，你出来。好呀，那我们出去玩。每个人不一样。对，那我在想，要是男生约我来，你出来跟我约会，我就想你谁呀？对，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对。有掌控感，在我看来不是件好事。人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模式，它真的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哎。别老看王老师了，你看他那上面，真的，你还能放下吗？啊，他们都吃饭了是吧？女生这么晚肯定都吃啦。刚刚聊的时候，罗非也一直都在是吗？对。我也看看我和王老师，我们不想知道，不要给我们我不也第7次了吧，王老师。王老师也变成了一个哈哈哈。王老师，我今天只看王老师的。入坑了。哎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50岁的男人谈恋爱会上头。你看他上头的样子跟18岁一样。真的，我觉得没有任何年纪的一个区分开来的。对。但是许公子一直在罗非面前一直在说王老师的这个情况，我觉得罗非这次跟焦磊出去以后，他回来的感觉不一样哦。他没有任何危机感或者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已经不吃醋了。对，就觉得可以。所以人一般有了下家以后，也不在乎前任了，就看这个下家是不是合得来的下家。对，那些对前任放不下的，都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下一任。是的。下一个男人会更好，应该拍部电视剧。女人就会放过前任。Go， 回家吃饭。哇哦，有肌肉线条的手臂耶！哇！又来了新的男嘉宾，他们要联盟起来了。好想看雄竞啊！这搭配怎么样？挺好的。有肌肉的男生，他会愿意穿紧一点的衣服显出线条呢，还是愿意稍微藏一藏？我是比较喜欢藏的，就是有，但是要藏。对，我穿着上一般黑为主。我记得很清楚，我老婆第一次送我一双鞋是一个包纹的，我只有在她刚给我买的时候，在她面前穿过以后，后面我再也没穿过它。我实在是。这种特别多颜色的我不敢穿。现在我走了很多的这种时尚的一些活动工作，现在是心态就 OK 了。你老婆送你豹纹以后，她很快发现可能你不喜欢了吗？还是她一直会觉得你会喜欢？我觉得她发现了，但她也没有提为什么你不穿，她从来没有说这种话。我也没有隐藏，就后面逛街的时候说哇，我不来这些彩虹的衣服。人的着装也是他个性的一部分，所以你猜那个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男生？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外表是蛮在意的，有自信。看你会觉得他好像在生活中很会照顾女生啊，拉东西啊，靠得住的大哥的感觉。然后罗非呢，你会觉得是一个敏感、很聪明的男生，有一点点内敛。徐工呢是种嘚瑟的小孩有点好东西要全世界看到，他就是小朋友。Joe 呢是一个典型的 I 人。那这个男生看起来还有点神秘感，因为我们还不了解他嘛，但看起来跟前面那几个完全不一样。准备进来打乱节奏了。靠肌肉打天下。你们好，你们好。Hello。我是今天来接你们的司机。哇，女人们眼睛了，天哪，连李李的眼睛放光。我是司机。我叫林杰，今年46岁。哎呀，这个肌肉线条，专门为了拍摄还撒了一点水。你不要戳穿他，这个肯定是有腹肌的新人。女人们喜欢肌肉，一点都不含蓄。我们的司机这么健壮吗？他的外形就像小版的胡斌。我刚看也看起来像斌哥。年轻的女生和50岁的女生，谁更喜欢肌肉？我觉得是年轻的女孩对于
男生的肌肉好像不是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哇，这个年纪你还有肌肉，那好蛮了不起的。我老婆是不太喜欢我练得太壮了。男生觉得男生好看，跟女生觉得男生好看，我觉得是不一样。当然，稍微有年纪的女生可能会觉得，如果你到这个年纪，你都有这么自律的在管理你的身材，这个也是一个人的品德，总比一个大啤酒肚，然后整个人窝窝囊囊的，对吧？那肯定是那个精神气。对，但年轻人不考虑这个，因为大家还没有那么大的啤酒肚。每个人都还有肌肉。对。妈妈，你们能等我就能拿。哇，他是故意要秀一下吗？蛮有力哦。我们真的不要分担一下吗？走吧。认真的。你很单纯，要不要帮忙？我们要学会一下跟从就好了。后来想想，就做一天的公主吧。这样的话好让人心疼，就做一天的公主。马琴每天在当公主。这里怎么分配坐车呢？我们让他去吧，我们让他去吧，坐缘分的车。好啊，好吧。为什么呢？哎呀，今天叫我，可以啊，照顾你一下，给你一个宠溺。对，因为安慰小王学磊他没去约会的就还是觉得蛮暖的哦。所以王学磊的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个男人没约到而放弃后面的机会，也许后面的更棒呢。好，出发。关门，司机慢点开哦。刘梅有点开心哎。感觉他遇到谁都是开心的。还觉得前面那些男人没有让他特别开心。如果已经有4个男嘉宾和5个女嘉宾已经在疯狂谈恋爱了，疯狂谈恋爱了，已经各种拉手啊、擦鞋啊，然后抱抱啊什么。这个时候你要出场了，你怎么设计？我觉得就一定要心力和心态准备好。我是晚来的，所以我只能在短时间内尽量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是了解一下大家是什么样的性格。我首先要看看我是对谁有比较感兴趣，性格是谁比较配合。第二步就是看看这个人跟谁好，不要像赵磊一样先宣示主权。对。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来新人了，我们要看熊姐。来，哇，他们都站起来了，看那个眼珠子乱飘。对，我们看到了 Ken 和马琴他们两个的那种擦鞋的那种模式上的那种相互的舒服和对应感，然后又看到了一对非常不合适的人，这是刘梅和舅。我觉得有些时候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太自我了，那个度要掌握得好，冷静的分析，这个的确是我做的不妥当，结果我也理解他的立场，就是你得把自己活出自己应该有的样子的时候，你才会吸引到你想要的人。目前就看这一期，让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人在爱情面前，20岁的、30岁的、40岁、50岁，其实我觉得没变化，大家都是渴望一个陪伴。在爱情面前，尤其是在这个极端的这个情况下，只有4个人，又来了一个，我怎么样？我拼，就是这种让我觉得爱情不分年龄。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陪你追日落。下星期继续和大家一起追踪更多精彩内容，请移步正片观看。下周我们不见不散。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4、周5看正片，周6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日、周一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这样，走，对。
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腾讯视频 Jump 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